今天给大家唠唠细致才啊，这个武将牛逼了。戏子是一个人气非常高的武将，也是三国杀塑造的比较成功的一个武将。细致才这个人本身是没什么名气的，演义里面他就没出现，三国志记载他的也就那么几句话，连具体的他给曹魏出过什么计谋都没被记载。咱们就知道他和郭嘉一样死得早，那死得早就一定很厉害吗？不一定啊。所以说他就是一个很空的人物。那这么空的人物到三国杀这厉害了呀，搞得他像是什么和郭嘉、荀彧平起平坐的顶级谋士一样。讲道理啊，看这个视频90%的观众应该都是从三国游戏里面了解到细致才这么一个人物的。他就是一个白纸谋士，身上有一种神秘感、朦胧感，这种人物是最适合用来做二创，用来艺术加工的。在三国杀的背景故事里，细致才和郭嘉这俩人很早就认识了，俩人惺惺相惜啊。细致才他比郭嘉先入世，后来他自己身患重病了，就把郭嘉推荐给了荀彧，推荐之后不久自己就去世了。当然郭嘉他也没活多久，传播瘟疫嘛。细致才有一个叫善流魂志的皮肤，这个皮肤就是说细致才希望自己死后郭嘉能够用他的这个扇子去辅佐曹操啊，就一种传承嘛。很多朋友就问，细致才和郭嘉手里面拿的是同一个扇子吗？是啊，没错，在三国杀的世界观里面，它确实就是同一个扇子啊，这官方都有铺垫的。而细致才的技能，这官方当初也是按照 SP 郭嘉这个方向设计的。咱们看细致才3血3技能，一技能天度，当你的判定牌生效后，你可以获得4牌。这个天度和郭嘉天度一样，获得判定牌嘛。那作为一个天头技，它有用肯定是有用的，不管是正常判定还是配合筹策。特别是你判勒波斯鼠，你判了一个红桃的桃，这个时候就他们爽完了。比如说大宝拿鬼刀砍人还爽，但是呢，天度他在契合这方面做的并不好。天度嘛，老天爷嫉妒你，那嫉妒你，你为什么还能把老天爷的判定牌收到手里面呢？啊，我是想不明白啊。再看二技能先辅，这个技能是细致才的核心。细致才这个将在军八有没有发挥，说白了就是看你辅的对不对，辅对了直接起飞，辅错了咱不能说直接垃圾八倒吧，你整局的发挥其实也就是一个郭嘉的水平了，不要郭嘉的水平啊，他不如借郭嘉。先辅这个技能还是很有创意的，这种捆绑伤害的形式之前在三国杀里面还真没出现过啊！你选择一个其他角色，当其受到伤害后，你受到等量的伤害，当其恢复体力后，你恢复等量的体力。那先辅的目标一般都会选择团队里面的核心，或者说那些有自愈能力的武将。最经典就是什么曹睿、华佗、神赵云啊，神赵是最经典的，宇宙兄弟嘛。神赵这龙魂红桃当桃，那是真能给细致才喂舒服啊。赵云跟细致才的关系，我觉得比郭嘉跟他们好。但是如果场上没有这种有明显配合的武将，其实细致才选出来还是挺尴尬的。当忠臣没问题，无脑先辅主攻嘛。当反贼就纯看运气了，就你都叫先辅了，你这玩意儿还存在辅错的，就不太合理其实。然后就是筹策了，当你受到一点伤害后，你可以进行判定，若结果为黑色，你弃置一名角色区域里的一张牌，红色你另一名角色摸一张牌，括号先辅的角色摸2张。那筹策这个技能一出来，咱就能发现细致才他是一个技能联动做得非常棒的武将啊，4个字行云流水。契合度不行，那技能联动做得好也是值得鼓励的呀。先辅角色受伤，你跟着掉血，然后发动筹策判定，判定了，紧接着天度就能跟着收牌。然后筹策呢本身也很灵活，判红判黑都能出收益啊，要么拆场上的一张牌，要么直接过牌。注意啊，他这个拆牌是能拆场上的判定牌的，这点非常关键啊！就虽然说细致才是咱们口中的不动白卖血将，但你会发现他在场上的存在感是真的高，主要是他能跟一个队友这同进同退，这个卖血太猛了呀！绑到有恢复能力的队友就无解，绑不到咱绑个团队里面的核心，即便他是一个3血脆皮也没关系，他本身没有卖血能力，咱细致才可以赋予他卖血能力。对，敌人打你的先辅对象很难受，他一掉血你跟着掉就能出技能，就大多数情况下敌人只能硬着头皮先打你，那这点就很强了。细致才是17年出的将，到现在24年也依旧没有退环境，他属于是小半个机制怪吧，操作起来也不难，你懂将面，先辅对象能选对，那细致才就是一个玩起来很舒服的将啊。他的人气一方面是来自于他的强度，确实很好用啊，有很多的配合 CP，另一方面就是他这个天妒英才的人设，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郭嘉的上位替代。三国杀新一代玩家想到郭嘉，脑海里面第一个出现的大概率会是神郭嘉，他不会是那个卖血的郭嘉。而想到卖血将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而会想到羲之才。从商业营销的角度上来看，羲之才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武将。辅佐明君，从一而终，春蚕至死，蜡炬成灰，主公之忧，吾之所思也。吾于此生竭尽所能，